今天这一集啊，让大家了解到普通人是如何变成有钱人的3个阶段。这是我一个普通人过去的经验和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启发。嗨，大家好，我是建平。我是艾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先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周都会拿出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的基础知识，让你轻松掌握投资理财的技巧。首先，第一阶段，开始阶段，其实我们出生下来是零资产或者是负资产的，我们的父母抚养我们长大，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些都是我们欠父母的钱。我相信很多普通人都跟我一样，身为小康之家的你，存款也不会多到哪里去。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在财富上，我们就是一个负阶段，就是负债的负。在这个阶段呢，千万不要想什么财富自由啊、投资理财呀、股票呀、什么基金回报率等等。你目前最大的目标就是存钱，先让自己有存款，不会因为负债而烦恼或是感到压力。因为如果你带着负债去做投资，或者是开启任何的生意的话，往往我们都会感到非常的压力，非常的情绪化，很容易就会亏钱了，而且还会有短视的情况出现。因为你一定会急功近利，心急想要赚快钱，所以在这个时候99%都会被骗，或者是乱炒股，所以反反复复的去赚钱，然后亏钱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到头来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是原地踏步，却浪费了许多的时间成本。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专心去工作，然后存钱，等自己有了钱之后，心里踏实了，才开始做投资。其实我之前也是一样，先工作好几年，然后有一些存款之后，我的头脑就开始变得清醒了。我知道未来要开始规划，然后要投资，也知道应该投资什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顶住诱惑。生活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总是会给我们一种信息，要去旅游，去体验生活，去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活出自我。然后呢，你经常就会看到你身边的朋友经常去哪里旅行，然后吃什么大餐，买什么名牌包包等等。这时候呢，你很容易就会感到动摇，就会告诉自己，我也想去那里玩，我也要和他一样去体验生活，然后拍美美的照片，不然的话，你的生活就会非常的无趣，很丢脸，因为你不入流。但如果这个时候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存不到钱，没有存款。当我们有了一点小钱，也不算富足的情况下，我们就来到了第2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金分成几个部分来使用。我的方式是投资自己、投资事业、投资金钱，然后筹集备用金。有了存款之后，要把这些钱活用起来。首先，第一就是投资自己，比如说教育，投资在自己的认知上面，比如说阅读思考方式处理问题的方法，再比如说我们的技能，这些都是自己对于某个领域的操作能力。怎么提升自己的操作能力呢？比如说文案编程销售营销经营社交媒体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投资，都可以提升我们未来赚钱的能力的。这些回报率肯定会超过100%的。第二，投资事业，把一部分的钱拿来投资自己想要开启的事业上面。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喜欢网络赚钱这个概念，所以经常就会买一些书和课程来学习，投资在自己的事业上面。第3点就是投资金钱。当然投资事业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创业也不需要你那么多钱，因为钱并不是保证创业能成功的关键，所以还会多出一些钱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做投资了，让你的钱替你创造更多的收入。因为如果你把钱存在银行或者是定期存款的话，利息只有1%、2%这样的，但是我们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5%，就相当于你每年都会亏损3%。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选择了投资基金和股票。第4个部分，紧急筹备存款。我们要学会未雨绸缪，为最坏的打算做准备。等到坏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就过得非常的好。就像是这几年一样，很多人都恨不得手头上有很多的资金，在市场如此坏的情况之下，经常购入资产，
但是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么做，而且很有可能一直不断的卖掉手上的资产，比如说房地产或者是股票，换来现金解决眼前的金融危机。当我们开始有了稳定的财富增长基础，有了各式的收入，有紧急储备金，也开始有了一些投资的被动收入的时候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准备致富的第3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我们要设定一个财富自由的目标。简单来说当你每个月的被动收入大于我们的家庭支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达到了财富自由的阶段。所以你现在要计算就是你的家庭开支到底是多少，不管你有没有买房，有没有结婚生孩子，都可以大概预算一下你要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子，然后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切大概需要多少钱。比如说你一年的家庭开支大概是10万块钱，那你目前的财富自由的目标就是确保自己每年都有超过10万块钱的被动收入。知道了这个数字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会计算一下如何通过投资的方式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如果是通过投资股票或者是指数基金 ETF， 每年平均回报率 10% 的话，那么我们要投入多少钱才能获得每年超过10万块钱的被动收入呢？很简单就是把10万除以 10%， 这样你就得到了100万这个数字。那么所以100万就是你财富自由的目标。只要你能够积累到这个数字，把它变成你生存的工具，每年给你带来 10% 的回报，就会让你每年获得10万块钱的被动收入。要积累到100万的投资金额其实也不难，靠的就是复利加主动投入的方式。如果你现在有10万的启动资金的话，如果是 10% 的复利，单靠本金要滚到100万的话，至少要一个25年。所以我们在前期的时候肯定是要不断的添加投资金额的。如果每年都投入收入的 30%， 比如5万块钱的话，那么雪球就会越滚越快，从25年就马上缩短到了10年而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主动收入也在提高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多投入一些钱，再次缩短财务自由的时间，一直到8年5年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当你把目标明确化，计算出来看一看，其实你就会发现财富自由真的是没有那么难的，难的就只是我们无穷的欲望而已。那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我没有投资过股票，也很容易亏钱，去哪里找这样高回报而且稳定的投资项目呢？其实对新手来说，沪深300指数基金就是一个最简单容易上手的投资方法。简单来说投资沪深300指数基金就相当于你把你手中的钱分散到中国上市的300个最牛公司的股票上面去了。你只需要在支付宝动动手指，设定一个定投的计划，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固定投资一笔，这就是最简单的能获得稳定回报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历史数据投资这个指数基金平均每年大约有 8% 左右的回报。当然有时候它会经历 10% 以上的亏损，比如说这2年经济环境不好，指数基金亏损也比较多。但只要你持有的时间超过10年以上，你是能够100%获利的。而且你慢慢的持有，定期的加仓，就像我所说的，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在支付宝定投指数基金，这样的话既简单又方便的能够获得复利给我们带来的经济效益，缩短我们达到财富自由的时间。我从20岁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积累投资基金和股票了，从一开始1万块钱，到现在35岁，慢慢的滚到了70万块钱，开启了钱生钱的套路，靠的就是这个方式。10%左右的复利，再加上一些主动投入的方式，一赚到钱我就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投进去，所以就这样慢慢的积累财富。所以在这个通往物质自由的阶段，我们要学会的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不再为基本的生活开支而烦恼的方式。而刚刚我用的就是通过钱生钱的方式。当然对于现在我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在通往财富自由的过程中还需要努力，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总而言之普通人从负债迈向财务自由可以参考这3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呢，持续的赚钱积累存款；在第二阶段呢，持续提升的自己开始投资；最后在第三致富阶段设立财务自由的目标，以开支来创造被动收入。只要我们学会长期思维，并且保持清晰的目标，持续的行动，财务自由将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希望今天这部影片对于正在成长和奋斗的你有所启发，也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致富之道。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未来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有关更多如何实现财富自由的内容的。谢谢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再见，拜拜。拜拜。